吕洞宾的传奇故事。吕洞宾年少有为，满腹经纶，一心想着金榜题名，光宗耀祖。可是一次又一次的落榜，让他心灰意冷。失意之际，他在长安街头偶遇一位仙风道骨的老道士，也就是日后的师父钟离权。钟离权的一首诗道出了世间的浮华与虚无，深深触动了吕洞宾。两人一见如故，相见恨晚。钟离权为了试探吕洞宾的求道之心，特意为他煮了一锅黄粱米饭。吕洞宾在香气四溢的饭香中不知不觉睡去，在梦中他金榜题名，官运亨通，娶妻生子，享受着无上的荣华富贵。然而好景不长，他遭人陷害，被贬官流放，从天堂跌入地狱，尝尽了人生的苦楚。就在他绝望之际，梦醒了，睁开眼，钟离权正笑吟吟地看住他。吕洞宾如梦初醒，终于明白世间的一切都是虚幻。他决心放下名利，追随钟离权修道。钟离权为了考验吕洞宾的决心，给了他10次严苛的试炼。吕洞宾历经磨难，最终通过了考验，成为钟离权的入室弟子。钟离权传授了他延年益寿、修炼金丹的秘诀，以及威力无穷的剑法。师徒二人在终南山过着清静无为的生活。钟离权为了完成天上的使命，不得不离开吕洞宾。临走前，他将一枚珍贵的幻骨丹交给吕洞宾，并告诫他好好珍惜。吕洞宾遵从师父的教诲，勤修苦练，终于在有朝一日，凭藉住幻骨丹的功效和多年的修行，飞升成仙，成为8仙之一。钟离权走后，吕洞宾自觉不宜久留终南山，便遵照老师指点到华山修炼。吕洞宾在华山莲花峰下的鱼谷选择了九岩洞住下来，潜心修炼钟离权授的长生真诀。他有时登山临水，笑傲烟霞，有时饮酒赋诗，弹琴舞剑。他结交山中的农夫、樵子、僧人、道士、隐士、剑客，更有异常之人。他在山中不感寂寞，反觉得日月如转轮，过得飞快。吕洞宾有时还会下山遨游于东西两京，为度有缘百牡丹，他混迹于妓馆，在烟花场中节制自己的情感和色欲，达到坐怀不乱的修行境界。有一次，吕洞宾到了东都洛阳，在一家妓院住下，他看到了妓馆的侠客挥金如土，醉生梦死，流落风尘的妓女吹声伴唱，樯橹欢颜，妓馆灯红酒绿，通宵达旦。于是提笔在妓馆的影壁上写下了一首题东都妓馆壁的诗：一夕孪生列太清，绿衣童子不须生。玉楼唤醒千年梦，碧桃之上金鸡鸣。坐落在邙山脚下的洛阳城里，居住住芸芸众生，来来往往，形形色色，但是他们犹如走肉行尸，苦苦烈烈，依然不觉不悟，挣扎于无穷无尽之苦中。吕洞宾无比感慨。一天，道士陈抟来到华山，住在云台峰下云台观里。陈抟字图南，亳州今河南鹿邑人。他自幼聪慧有奇才，满腹经论，擅长诗文，但总是屡试不第。于是绝望于仕途，便上武当山隐居学道，自号扶摇子。他学得辟谷练气的道术，能够一睡经月，不饮不食。他精研周易，见解独特，被称为高论骇俗。
其所著指玄篇被道教尊为高品。吕洞宾虽年长于陈抟，学道也早，道行也深，可他对陈抟亲近如师，经常拜访请教。陈抟对吕洞宾相敬如宾如友，无不心印切磋。吕洞宾在华山修道期间，不仅道法精进，而且心境也得到了升华。他从一个寻求功名利禄的书生，蜕变为一位心怀天下、济世救人的仙人。他的故事至今仍被广为传颂，成为人们心中的神仙榜样。吕洞宾在华山前后住了40年，修炼内丹终于成功。按道家修炼说法，他可以登仙脱世了。然而他为了实现自己化度众生的夙愿，四处云游，惩恶扬善。吕洞宾有一天南游到武昌，只见天心桥畔各种杂卖杂耍的人一字排开，非常热闹。他化作一个卖木梳的老头，摆摊叫卖。他所有摆出来的木梳破旧不堪，而且要价很高，围了半圈的人都说他是个疯子。吕洞宾也不理会，忽然抬头看见人群后有一位老妇人走过，吕洞宾一打招呼，他便走了过来。吕洞宾拿起梳子就给他梳头发，梳住梳住，稀疏的头发越梳越密，越梳越长，原来如霜的头发越梳越黑。满脸皱纹的老妇一时间变成了一个青春少女，围观的人都嘘嘘惊呼。吕洞宾脱口而出道：他年鹤发鸡皮，今日遇颜花貌人。说完，他便把一地摊的烂梳子抛到了江里。人们正在往江里看的时候，吕洞宾和老媪却不见了。吕洞宾飞上了黄鹤楼，边饮边思，刚才的小计竟无人能懂。于是他就在照壁上题了一首诗：黄鹤楼前吹笛时，白苹红蓼满江梅。钟情欲诉谁能会，唯有清风明月知。吕洞宾南下长沙，化作一个乞丐，手持一个小瓦罐向人乞讨。不少人向罐中投钱，但一直投不满。不一会儿，一个和尚推着一小车钱走过来说：我这一车钱送给你，你那小罐能盛得下吗？吕洞宾捧着瓦罐走到车子边说：来，试试。和尚把车子轻轻一斜，车上的钱顺住罐口直往里呼呼啦啦地流。和尚十分惊奇说：你是神仙？你是神仙还是幻术？吕洞宾顺口说道：非神亦非仙，非术亦非幻，天地有终穷，桑田几变迁。身故非我有，才艺何足恋，何不从无由，其经腾汉漫。和尚瞪着眼直直看住吕洞宾。吕洞宾看他不悟，二话没说，拿起小罐就往车子里倒。不一会儿，小罐里钱倒完了，车子里的钱仍是满当当的。吕洞宾游到了巴陵郡首府岳阳，当时郡守正在岳阳城鸣锣开道出巡。吕洞宾喝得酩酊大醉，跌跌撞撞拦住了去路。郡守一怒之下命小吏拿下醉汉，将他关进大牢。第二天一大早人不见了，只见玉壁上留下一首诗：道我醉来真个醉，不知愁是怎生愁。相逢何事不相认，却驾白云归去休。吕洞宾第二次到岳阳，已是宋仁宗庆历年间，公元1041到1048。太守滕子京重修了岳阳楼，还请范仲淹写了《岳阳楼记》。吕洞宾很想面结这位地方官，便化名华州回道人前去拜见。谁知滕子京一眼便看透了他的道风仙骨，即口占一绝来回应：华州回道士，
来到岳阳城，别我游何处？秋空一剑横。吕洞宾开怀大笑，认为遇到了相知，便攀谈起来。不料一入正题，便南辕北辙，最后二人不欢而散。吕洞宾第3次到岳阳，化作一位治病的老者，他坐镇街头医病施药，凡有病来医者一道病除，不讲述随便给钱，他随手将得来的钱转施给穷人。可是没病的人也来要药，吕洞宾如数照给，谁知要者一转身，药就不见了。有一位富家公子说来买仙丹，吕洞宾拿出一粒丹药，放在手上金光闪闪，说：这一粒1000贯要吗？富家公子说：太贵了。吕洞宾说：小伙子，1000贯能买一个长生不老的神仙吗？说着便将丹药含在口中。没等小伙子清醒过来，吕洞宾便登云而去。吕洞宾登上岳阳楼，在影壁上题了一首诗：朝有北岳木苍梧，袖里乾坤胆气粗。3入岳阳人不知，浪吟飞过洞庭湖。吕洞宾题罢诗，便顺江而下，漫游到了会稽山。这一天，会稽山上举行道会，但是所讲内容既无盖世之道，又远非仙家真谛。吕洞宾听不下去了，便随手拿一顶梁笠挂到了壁上。众人都知道壁上没有钉子，怎么会挂上去呢？众人正在纳闷，吕洞宾不见了。只见墙上留下一首诗：偶乘青帝出蓬莱，见己峥嵘奠酒该。我在墓前人不知，未留一粒莫尘埋。吕洞宾又游到庐山，住在了简济观。一天清晨，吕洞宾在山门外松树下磨剑霍霍。住持侯用会十分不解地问：先生磨剑作甚？吕洞宾说：要学平世间不平事，不磨不立。侯用会更其不解说：有道之士，尊道贵德。吕洞宾没等他说完，便说：我送你一首诗吧。于是他脱口而出道：玉翠锋芒不淡牢，凌晨开霞玉龙毫。手中气盖冰3尺，石上精神蛇1条。鲜血莫随流水尽，胸毫金烛自痕消。消除浮世不平事，与尔湘江上九霄。侯用会越听越惊异，随口问：敢问道长事？吕洞宾即答道：3000里外无家客，700年来云水深。侯用会想再追问，吕洞宾便招手说：瑶台金阙，后会有期。遂引入松林，不知去向。宋神宗熙宁元年，公元1068年8月，吕洞宾漫游到吴兴郡。他听说东临安有位隐士叫沈思，当地人叫他沈东老。沈东老乐善好施，满腹经纶，他又是酿酒高手，酿的18弦白酒很有名气。吕洞宾化名回道人，会见沈东老。二人一见，谈机莫洽，沈东老随即备酒，吕洞宾酣畅淋漓地喝了起来，一下子饮到第2天天亮。吕洞宾对沈东老的款待十分感激，于是拿起桌子上的石榴皮，在墙上涂写了一首诗：西林己富忧不足，东老虽贫乐有余。白酒酿来源好客，黄金散尽为收书。沈东老读罢诗句，异常感动，频频告诉吕洞宾：有缘，有缘。吕洞宾说：后会有期，后会有期。一转身便隐身而去。